魏无羡一个机灵，酒醒了大半，打住，这不仅不对，这简直太不对了。蓝忘机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面上极少有情绪起伏，仿佛无论何事都不能撼动其分毫，浅色眉眼侧开去，便再也看不到其中神色。但魏无羡看久了，也能看出蓝忘机冷淡的面皮下藏着的心思来，譬如此时此刻细微的神色变化，正显示出其纷繁压抑的思绪，无意间撞破他人心事，还是这位不露情绪的韩光君的。魏无羡浑身不自在。蓝忘机心里念着一个人，而这位故人是谁都不会是他魏无羡。魏无羡断没想到蓝忘机也有思凡的一天，先前百般怀疑，倒是自己会错意了。仔细一想，蓝忘机在对着这只兔子时，确实和前世那个他所认识的冷若冰霜的蓝忘机不太一样。虽然同样都是淡淡的不说话，但态度却柔和了许多。他上辈子和蓝忘机见面，向来都是剑拔弩张，不欢而散。若是认出他，于情于理，蓝忘机都该将他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，绝不该纵然他至此。一时无言，蓝忘机侧头闭了眼，似是不想多说。要命，这真是太要命了。换了上世，魏无羡还能装模作样开导一番，如今只恨自己没多喝2口天子笑。莫不是那位制花的仙子？他瞟着蓝忘机一张面无表情的脸，胡思乱想。原来那朵藏花不假，还真是哪位仙子给的。难怪这么些年蓝忘机从未在他眼前更过衣，感情是把他当姑娘了。这人之前竟问些江氏的事，难道是云梦江家人？魏无羡恍恍惚惚地想着，忽又觉出些惊诧来。能让蓝湛这块硬石头开窍的，不知是何等天仙的人物。当真是年少多情。魏无羡抚了抚心口。这日之后，蓝忘机再没提过那位故人。魏无羡也理解，浅情人不知，多说无用。只是姑苏蓝氏这样一个家风严肃刻板的世家，居然出了蓝湛这么个多情种子，不简单。魏无羡又恍然觉起自己早已作古，世事无常，不可预料。他上辈子半真半假对温院讲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事要做，有各自的路要走，果真如此。只是这里面本该有个飞扬跳脱的魏无羡，他却再不能置身其中，而是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了。这样一看，自己和蓝忘机倒是有几分同病相怜的意思，只是蓝忘机等一不归人，他以为不归人，若在上辈子，他大约是会请蓝忘机喝酒的。不过想来，那人也不怎么会给面子。魏无羡前世一共请了2回酒，他倒是有心要留，但全被蓝忘机挡了回来。可惜了3杯2盏，不得风月认招呼。魏无羡不知道兔子寿命有多长，他曾经逮到过的兔子，除了送给蓝忘机的一对，大多进了肚子，算正值壮年就惨遭毒手，也不知道后面能蹦跶几年。而云深不知处理玉兰开了10回，魏无羡先前被养的雪白滚圆，衣锦还乡再去后山时，其他兔子也不压着咬他了，母兔子都往他身边凑，何其春风得意。现在不说后山，他连窗台也翻不动，偷跑下去差点摔断一条腿，全靠蓝忘机替他出去晒太阳。修仙界中人寿命极长，他上辈子风光恣意，尚不能走完一世，这辈子变成兔子，反而体会了一把年老色衰，不风烛残年的滋味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惊喜意外。这些年间，蓝氏的规训时上陆陆续续又增刻了1000多条。魏无羡两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这蓝老先生也太狠了！蓝氏里蓝家小辈们个个背得滚瓜烂熟，甘之如饴，其余世家来听学的少年个个面露菜色，苦不堪言。魏无羡不禁感叹，还是莲花坞好。殊不知莲花坞在寻常百姓眼里早已同魔窟无二区别。据说那江家家主疑心颇重，手段又毒辣，成天抓疑似夺舍重生修轨道的修士回莲花坞，在教场上抽的人跟陀螺似的转。姑苏城里挑着扁担的菜贩子比手画脚，说的唾沫横飞。太恐怖了！这江宗主也是享有盛名的一代人物，都是夷陵老祖魏无羡害的，造孽呀！蓝忘机听见了，足剑一转，负手向前而去。蓝景仪一头雾水的跟在后面追。韩光俊，喂兔子白菜还买吗？淡漠声音远远飘来，换一家。金陵已长到15、16岁的年纪，时常跟着金光瑶与江澄一同夜猎，在同辈中资历甚高，出尽风头。蓝思追等一众小辈
跟着蓝忘机夜猎时，也时常能打个照面。据说脾气依然很差，傲慢无礼，偏偏江城还由着他胡来。魏无羡心里急，又骂自己有什么资格管别家闲事。好在金陵虽无爹无娘，但有敛方尊和江宗主做依靠，一般人到底也不敢动他，才总算让魏无羡安下心来。只是听闻金家最近被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传闻搞得焦头烂额，似乎与墨家庄里的一位小辈相关。魏无羡从未听过仙门中有姓墨的一家，也就懒得费心。而韩光俊还是那个滴水不漏、无懈可击的韩光俊，整日习琴、夜猎、喂兔子，丝毫不觉枯燥无味。魏无羡知道这都是给那位姑娘销售的，好在他一向脸皮不薄，也一个不漏的全销售了。魏无羡想想，都说自己是恶人，自己还真像一个恶人。他当年不过是心血来潮夺了兔子的舍，就图个好玩，却搭上蓝忘机10年。也罢，反正夷陵老祖人人喊打，不在乎再多条拖累仙门名士的罪名，大不了下辈子连本带利还蓝湛一个人情。只是他被人硬封了个无上邪尊的名号，可见恶贯满盈，怕是要下畜生道。不过魏无羡转念一想，能当个云深不知处的兔儿也不错，反正蓝湛也喜欢兔子，皆大欢喜。近日各地异象频生，各世家均有上报邪祟走失之事，一时间市井之中传言四起。夷陵老祖怕是元神复位了，难怪玄门百家这么些年也招不得他的魂魄，定是躲在某处召集旧部，暗待东山再起。这可不得了，魏无羡这般穷凶极恶，玄门之中必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那是，这不就在这老兔子身上复位了？魏无羡好笑，怎过了13年，他还是如此天怒人怨。一有坏事，定是他为某人从中作祟。蓝忘机近几月来频频夜猎，低等邪祟，厉鬼恶煞，从不择选，不负逢乱必出的美名。魏无羡腿脚已不灵便，蹦几下便喘得厉害，关在禁室里，怕过不了3天就要变成一缕魂。蓝忘机夜猎前将他托付给其他小辈，其中有一个叫欧阳子珍的，似乎是巴陵欧阳氏的独子。这孩子一向仰慕蓝忘机，不想尽得韩光君托付，对魏无羡更是全力以赴，生怕魏无羡饿着了冷着了。魏无羡不禁大为赞叹，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有出息。他在云深里过得快活，而那边蓝家门生夜猎归来，带回各种物件，明室里天天举行招魂仪式，一副严阵以待的姿态。说实话，连魏无羡也感觉事出蹊跷，但不同于如临大敌的各世家，魏无羡不怒不急，倒不是隔岸观火的凉薄。反正他现在也出不得力，还是吃饭更重要些。前天蓝忘机刚夜猎归来，今日无任务在身，一早便去了蓝氏。折回时，魏无羡刚醒，眯了个细眼去瞧他。近日来连续出行夜猎，蓝忘机面上竟无一丝倦容，从年少时起，至今依然如此。魏无羡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难得空闲，寻常人自当服一大白，然蓝忘机算不得寻常人，只是支着额坐在窗边闲闲拨琴。魏无羡化成兔儿后，早在后山第一次见蓝忘机时就听过，曲调和缓安然，不知出自蓝氏哪卷曲谱集。正听得昏昏欲睡之际，忽然琴音一变，魏无羡立着耳朵看过去，见蓝忘机已正襟危坐，略抬手，一串音律划出。魏无羡已听这人奏了不知多少遍问铃，他一听过蓝忘机教蓝丝追习琴，知道奏问的不外乎是尔乃何人，因何而死，年岁几何一类，给他一把琴，他都能弹出来了。再往后的蓝忘机便未教过蓝丝追，魏无羡知道他琴语造诣极高，约莫并不是蓝丝追这个年纪的孩童能掌握的难度。但翻来覆去仍是那2句，听得魏无羡耳朵生茧。不消片刻，蓝忘机已请了3位灵，一者问一者答，琴弦嗡鸣不止。魏无羡不是灵体，自然不晓得其中对话，然看蓝忘机面上大抵是不满意的，没蹙得极紧。魏无羡忽然想要听一听蓝忘机这一曲奏10年，执着如丝，究竟问了些什么好东西。就是这句兔儿身太小，若是一盏茶内不回魂，便要不得了。魏无羡打了个喷嚏，在心里说，对不起啊蓝湛，这次我要是真飞升了，就帮你找那个仙子去。他轻飘飘抽魂而出，那具兔子肉身登时歪在一边，蓝忘机无意往这边扫了一眼，也不知看见没有。他的手指放在弦上，琴音刚起，魏无羡感觉自己被猛地一拉，似乎掉上了半空。在睁眼时，目及所处皆是一片漆黑，看不见外面情景，亦看不到奏问者，前方铮铮2、3声，
尔乃何人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